一座不到15米高的小山包。美军打了3天3夜，攻了11次，死伤4000多人。搁在任何一场战役里，这都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座山就是冲绳战役中令美军闻风丧胆的砂糖块高地。它是日军手里核心防线的关键阵地，由3个小山丘组成，彼此互成犄角之势。放眼望去，山坡上毫无遮蔽，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能冲到山顶。但就是这座平平无奇的小山包，却成了冲绳岛战役中最血腥的绞肉机。那它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答案就在山的背面。我们通常认为，打仗要居高临下，把火力架在山顶，辐射冲上来的敌人。但日军在战争中后期已经深刻认识到，美军拥有坦克炮、舰炮、平射炮这些射程远、威力大的直射武器。只要你把阵地摆在山顶，或者正对敌人的斜面上，就等于把自己的胸口亮给对方打。所以日军反其道而行之，把主力全部藏在山脊背后的反斜面上。如此一来，山峰便成为了一堵巨大的掩体。美军所有的直射火力都打不到山脊后面，而美军在山脚下也根本看不见反斜面上的掩体分布在哪里。那么反斜面上的火力是怎么配置的？从远到近是一套层层叠加的死亡网络。重炮部署在最远处的1号山丘后方，炮弹像抛物线一样越过整座山头，轰击美军在山脚下的集结地和后续部队，让敌人还没开始爬坡就已经承受炮击。山顶则设置了观察所，负责为后方炮兵实时修正弹道。2号和3号山丘的反斜面山脚里，迫击炮、连队炮、大队炮密集排布，专门负责打击那些已经越过障碍物、正在向山坡靠近的部队。取射弹道同样不受山体遮挡，可以精确覆盖山前的每一片区域。当美军步兵历经艰难险阻，终于爬上2号山丘，以为突破防线的那一刻，2号山丘反斜面上的掷弹筒便会迎头打来，3号山丘反斜面上的重机枪也会从侧翼横扫，美军瞬间暴露在交叉火力之下，进退两难。派坦克上来也没用，3号山腰里的速射炮专门盯着这条路，坦克一露头便集火击毁。反过来也一样，美军若转头进攻3号山丘，2号山丘反斜面的火力又会如法炮制，3座山互为掩护，打哪座都是死路。当美军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时，日军步兵便会从反斜面的坑道里迅速窜出，进行反冲锋。这套防御体系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守住每一寸阵地，而是要让你每一次冲锋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冲绳岛战役中，日军依托山势地形构筑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绞肉机，砂糖块高地只是一个缩影。这座编号为145的高地同样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小山丘，守卫它的也不过是一个日军中队，但美军苦战2天2夜才将其拿下。这一次日军的杀招从进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所有通往高地的关键道路上，日军预先埋设了地雷，拉起了铁丝网，封死了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路线。更阴险的是路障，那不是单纯的障碍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当美军被路障逼停的那一刻，早已隐蔽在侧翼上方的机枪阵地便会一齐开火。外围防线的逻辑很简单，不是拦住你，而是把你逼停在最危险的位置上，然后再动手。就算侥幸突破了外围，等待进攻部队的是一道精心设计的死亡门槛。高地正前方200米处有一道低矮的山脊，它遮挡了美军坦克的直射视线，也让步兵误以为翻过去就能冲到山脚。然而当他们气喘吁吁地越过山脊，以为胜利在望的瞬间，山顶的机枪、迫击炮会在同一时间对准这片完全暴露的开阔地猛烈开火。这道天然山脊被日军完美地嵌进了整套防御体系，成了一片专门收割进攻者的猎场。但这套防御真正的命脉藏在地下。
日军在山体内部挖掘了21个彼此贯通的坑道洞穴，构成一张完整的地下网络。美军舰炮的轰炸可以掀翻山顶的泥土，却奈何不了躲在深处的士兵。炮击一停，这些人立刻钻出洞口，回到站位，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美军在发起地面进攻之前，无论倾泻多少吨弹药，都无法真正削弱这些日军阵地的战斗力。而支撑这一切的底层逻辑，是日军在冲绳大量采用的环形防御体系。与传统的线形阵地不同，环形防御没有正面与背面之分，10个机枪阵地和7个迫击炮阵地遍布山坡各个方向，阵地的每一个角度都有火力覆盖，每一个方向都可以成为正面。一旦进攻方试图从某个洞穴阵地的侧翼或背后突破，迎接他们的将是来自主阵地、山脊和坡面另一侧的交叉火力。整个防御体系环环相扣，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代价，每一个阵地的攻克都只是下一场苦战的开始。射击孔的设计同样大有讲究，所有射击孔都尽可能的压低，贴近地面，不开火的时候几乎和周围的泥土融为一体。只有等日军扣下扳机，美军才会猛然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一堆普通的土坡。射击孔主要有2种形式，第一种是重机枪，这类固定武器用外大内小的漏斗状开口，可以获得更大的射界，但也有缺陷，敌人命中的子弹也可能沿着内壁弹进工事里。第二种是步枪、轻机枪，这类灵活武器则用外小内大的形式，开口小，隐蔽性强，内部空间足够武器来回转动。这2种开口，一个负责火力覆盖，一个负责隐蔽杀伤。工事内部的设计同样巧妙，武器区和弹药区用隔墙分开，一个射击孔被摧毁，不会连带损毁旁边的武器。双层结构的工事则让士兵在上层阵地被火焰喷射器或炸药包攻击时，可以迅速退到下层躲避，等威胁过去再钻出来继续战斗。下层地面上还挖有手榴弹井，如果美军把手榴弹扔进来，士兵还有机会把它踢进井里，把爆炸的杀伤范围压到最小。就是这样的一个个细节，让美军每一步进攻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战壕是这套防御体系最基础的骨架，和以往绵延数公里的直线堑壕不同，日军战壕由多条短小的战壕彼此连接，正面和背面都设有胸墙，步枪手、机枪手分散在战壕各处，整条战壕窄到2人几乎无法并排通过。这不是设计缺陷，而是刻意为之。一旦美军冲进战壕，狭窄的空间会让他们失去队形优势，而大量的直角拐弯则把每一段战壕变成独立的火力单元。炮弹和手榴弹的破坏被限制在局部，打掉一段，其他段落依然完整。如果说战壕是骨架，伞兵坑就是这套体系里最难缠的牙齿。它的核心作用是为重机枪阵地提供保护。这些临时挖出来的土坑深达1米左右，足够士兵站直了端枪射击。时间紧张时挖得很浅，士兵只能蜷缩在里面，以蹲伏甚至卧姿扣下扳机。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一种带活动顶盖的伞兵坑，顶盖由树枝和藤蔓编成，盖上之后和周围的草丛毫无区别。美军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蜘蛛洞。士兵藏在里面，等美军走近了，突然掀盖开火，打完再盖上，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让人胆寒的是，有些日军怀抱炸药包或手持反坦克地雷躲在盖子下，等美军坦克路过的瞬间钻出来，直接冲向坦克底盘引爆。而这些伞兵坑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分散在各处，彼此之间没有固定距离，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美军根本无法判断防线的走向在哪里。美军在进攻时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四面开火的困境，甚至背后也有子弹飞来，而那颗不知从哪射出来的冷枪很多时候就藏在某个不起眼的蜘蛛洞里。
整套防御体系真正的火力核心是机枪阵地。轻机枪阵地其实是一个大号散兵坑，前方堆起一道低矮的胸墙，顶部盖上一层树枝，从外面看和周围地面几乎没有差别。但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土坑，2名机枪手蜷缩在里面，能封锁前方的一大片开阔地带。重机枪阵地则完全不同，它整体呈 U 型，开口朝向敌方，中间专门凿出一个射击平台，架设重机枪。三脚架旁边还要垫上沙袋，保证长时间射击时枪口不会抖。反坦克炮大多藏在封闭工事里，正面是一堵 1.8 米厚的水泥墙，其余3面是1米厚的岩石层，顶盖用原木、水泥、岩石混合而成，总厚度超过 1.5 米。左臂开口刚好够一门反坦克炮进出，后臂还留着轻机枪射击孔，炮打前方，枪护后背，一个工事把2个方向都堵死了。除了自行修筑的坚固工事以外，日军还最大程度地利用岛上的天然洞穴作为掩体工事。冲绳岛日军多达10万人，但美军登陆时，地表上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兵，因为他们全部藏在了山里。这座名为巧克力的高地，不是因为它甜，而是因为它的颜色。一座光秃秃的棕褐色山丘位于首里东北 1.5 公里处。当时美军第77步兵师在这里打了整整1周，10辆坦克被击毁，一个营打到最后只剩1个连的兵力。那这座山究竟藏着什么？答案就在山的内部。日军把整座山全部掏空，挖出一套4层结构的地下防御体系，坑道纵横交错，各层之间彼此连通。从外面看，什么都没有。日军在修建工事之前，会小心翼翼地把地表的土壤和植被完整移走，建好之后再原样放回去。工事顶部还会特意种上植物，定时浇水，防止枯萎露出破绽。最底层是深埋在山坡各处的步枪射击孔，这些射击孔开口极小，藏在岩石和植被之间，不开火根本发现不了。日军清理射界时，只移除矮小杂草，高大树木一律保留。美军眼睛盯着前方，根本不会注意到脚下的植被已经被人动过手脚。等他们意识到不对劲，日军已经从贴近地面的射击孔里对准他们的皮靴扣下了扳机。枪声一响，美军被迫趴下寻找掩体，这反而正中日军下怀，成了他们的活靶子。第2层是整个工事的生命中枢，物资储存所、水井、人员掩蔽所全都藏在山体最深处。上方是厚达数米的岩石和土层，哪怕美军的飞机舰炮把山头炸得天翻地覆，但里面的日军仍然能继续战斗。水井的配备意味着日军不需要冒险出动取水，可以在被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坚持数周甚至数月。第3层是这套体系里最让美军头疼的存在，3门47毫米反坦克炮藏在斜向凿出的孔洞里，炮口专门对准坦克必经之路的侧面。坦克爬坡时视野受限，发现不了侧方岩壁缝隙里的炮口。日军放进后专打履带和侧甲，坦克一回堵死通道，后面跟进的步兵失去装甲掩护，立刻暴露在机枪火力之下。当然，这套看似精妙的战术说白了是被逼出来的，因为47毫米反坦克炮无法从正面击穿美军的谢尔曼。制高点上是第4层，布置了4挺重机枪和观察所，机枪居高临下封锁整个山坡，观察所负责引导后方炮兵修正弹道。只要这几挺机枪不哑火，美军步兵在开阔山坡上就没有任何安全的落脚点。这套防御体系的核心逻辑不是正面硬刚，而是侧翼交叉与死角杀伤。所有射击孔都不是朝正前方打的，而是错落分布在山体各处交叉侧射。美军冲到某个洞口正下方，以为进了盲区，却正好暴露在另一个洞口的侧向火力里。山坡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是安全的，
每一步都在别人的枪口覆盖之内。最终，美军放弃了正面强攻，突击队顶着火力逼近洞口，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进行攻击。但面对复杂的内部结构，往往也难以奏效。最后只剩一个办法，用成吨的炸药把所有洞口逐一炸塌，把日军封死在里面，才算拿下这座山。其实战争初期，日军的防御思路是把主力全部压在海滩上，企图在美军登陆的第一时间就将其击溃，结果一次次被美军的舰炮和空袭打垮。塞班岛一役，海滩防线彻底崩溃，痛定思痛，日军才把主防线从海滩退到内陆，依托山地丘陵构筑反斜面阵地，坑道工事，环形防御。然而即便日军把每一座山、每一个洞穴都变成了绞肉机，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技巧都是小聪明。在冲绳岛战役中，日本的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精心构筑的每一处工事掩体，最终不过是自掘坟墓。